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最近刷视频呢，经常刷到这样的一些漫画解说视频。那么小鱼儿好奇呢，点进来看了一下，那他们的播放量呢都很高，而且粉丝呢都非常的多啊，10几万。那视频呢也非常的多，平均一天呢要更新5、6个视频啊，简直高产式母猪。而且又看了另外一个英文做漫画小说的一个频道，那他最新的视频呢都达到了几万的播放量。可以看了，这个是13小时前2天前，那几乎每一个视频呢都已经有上万甚至上10万的一个播放量。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他的一个收入我也非常的好奇，我就点进来看了一下。那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非常的震惊了。这个呢是这个英文漫画视频的一个收入，它的月收入是上万美金。那这个中文的一个漫画小说呢，它的月收入呢也是上万美金。朋友们是不是非常羡慕他们的这个收益？那这里呢，我告诉你不用羡慕，这样的视频呢，你也可以做。这里呢，我们可以随便点进来一个视频看一下。这儿呢，我就把它开了一个静音模式，大家可以看一个图片看视频。我先简单的给大家放一下。 She started to gain the nickname around.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视频内容呢，就是一个图片加文字，再加一个解说员。那这样的视频呢，制作非常的简单，我们用 AI 就能完成。那么这样的视频呢，也非常的好变现。那除了一个广告收益，那么这样的视频呢，变现渠道也很多。那在视频的最后呢，小鱼儿会告诉大家，如果说2024年你还不知道制作什么视频的话，那这里呢，我建议你可以考虑做一个漫画小说推文。那这样的视频它不仅在国外非常的火，那在国内呢，随便刷一个抖音，那你就能看到一个漫画解说、漫画推文、小说推文，各种漫画小说涌现。那么接下来废话不多说小鱼儿直接带大家开始。那喜欢我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了，并且呢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收藏起来。当你想要制作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观看。那这里呢，我会用到3款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ChatGPT 呢帮我们生成一个故事脚本以及一个分镜描述。那然后呢，会用到我们的一个 Midjourney 来帮我们制作一个图片。那最后一步呢，也会使用一个 Flickr 来帮我们完成一个视频。这些教程呢，非常的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建议你呢，一定要把它看到最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那首先呢，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 ChatGPT 来让它帮我们生成一个爽文小说。这个小说呢，都知道其实用 AI 来写小说了非常的大材小用，对于他们来说呢，就能分分钟帮我们搞定。如果说你自己想，那你可能想破脑袋你也想不出来。这里还是一样的规矩我们需要给它设定一个身份。假设你现在呢是一个顶级爽文作家，请写一篇现代都市修真文。文字的格式呢，你可以参考别的女孩忙着结婚生娃，公主却去战场打了10几年的仗，归来成了有名的常胜将军。明明贵为6国公主，却无人敢娶，急坏了催婚的老母亲。那根据这个故事情节呢，帮我列出一个章节目录。那这里呢，我会把这个提示语呢放在评论放在描述栏包括使用的所有工具呢都会在描述栏如果说你的条件允许呢，可以打开跟着我一起来操作。接下来呢，你就能看到ChatGPT 呢直接帮我列出了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那大家都知道，一个漫画小说它是长篇小说，非常非常的长。那仅仅一篇呢，就够你做出好多个视频出来。这里呢，我会用第1章呢来给大家演示如何制作这样一个视频。这里呢，我就直接让它将第1章展开写，那大概1000个字，有对话情节，并且呢加入相应的场景描述。如果说你这里觉得1000个字做一个故事你觉得1000个字不够，那你这里你还可以让它，我们复制一下，让它写2000个字你根据你的视频的一个长短，你比如说想要半个小时40分钟，那你可以让它写得更长这样我们直接发送给他。这里可以看到GPT 呢它开始工作了。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我给他一个要求，有对话情节。写一个爽文小说也好，不管你写什么故事内容，那么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对话情节，那这个故事呢看起来它才更有看点，更吸引人并且要加入一些相应的场景描述，那不能太空。那可以看到这写到这里呢，它断掉了，我们直接让它继续。那如果说你想简短一点，那也可以，
简短一点800字。那么 GPT 呢会根据你的要求呢来帮你。这里呢我这里只是演示，我就让它简短300字写第一章。那这儿经过我的几次调教啊，第一次我让它简短300个字，它非常的短；第二次500个字呢，它也非常的短啊，没有一个对话情节。那这里呢，我就让它需要添加对话情节，而且开头也不够吸引人。那这里开头我让它再改一下，开头呢我就让它用我的这个开头。那么我们这里故事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让它描述，那我们需要故事的一个主角。需要让他帮我们描述一个外貌形象啊，接下来我们需要绘图。那么这里我们直接把这个故事粘贴给他，问他以下故事有几个角色，直接发送给他。这里呢，他其实就只有2个主角，一个是公主，一个是老母亲。那么我们让他分别描述一下公主和老母亲的外貌特征。那么这里我们告诉他分别描述一下角色公主和老母亲的外貌特征，然后我需要根据你的描述画图。那这里我们直接发送给他。如果觉得他写的太复杂，我们就让他简洁一点。那这里呢，我们把它复制一下，我们到谷歌翻译这里啊，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把它翻译成英文。这里加一个背景白色啊，方便后面好以图生图。那这里我们直接发给一个 Midjourney。那在后面呢，我们输入一个参数。-AR 16:9，然后这里再-NEG5，然后一个漫画风格啊，这样就 OK 了，直接发给他。那么这还有一个老母亲，这里其实你也可以直接用 GPT 让他帮你翻译啊，我这习惯用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让他帮我们设计一个分镜图。那这里呢，根据以下故事内容分成9个部分，那根据故事内容对每个部分呢进行分镜描述啊，每个分镜简单描述同一场景下不要出现2个人物，场景描述要求什么背景、什么角色、人物出现的位置、人物的动作、表情、什么视角，描述清楚的。我们这里直接把这个故事呢给它粘贴给它，这里提示语都会放到描述栏。那这里我们为了绘图能够更简单一点，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在每一句英文提示语后面，在每一句英文提示语后面加上-AR 16:9，再-15。那么我们把这个参数给它输入到后面啊，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去绘图。那这里呢，直接发送，这下就方便多了，每一个提示语后面参数都有了。那么这里呢，老太太生成出来的效果不是太好啊，这儿我们就再重新改一下年老的老太太。那我们再来试一遍哈。这女主角呢，最后呢，我确定了用这个女主角。那接下来呢，我这里的分镜呢，角色就已经设计好了。那这个呢是她的一个母亲啊，就是这个公主的一个妈妈啊，我觉得这个形象非常的不错。那这里呢，我想用这个呢作为一个公主的一个啊，让这个女孩来作为一个公主。这里呢可以看到她是侧面的啊。接下来呢，我需要让她正向我们啊。这里呢，我们需要打开一个 settings， 我们要直接发送。我们要打开这个功能，我们要修改一下提示语。接下来呢，我选择第一个，把它放大，点 V1，点这个 U1，放大之后呢，我们这里点这个强变化。那么我们要让它发生一点变化。那这里我们还没有修改一个提示语啊，接下来呢，我要修改一下这个提示语，我还是点这个强变化。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提示词直接给它复制一下，用这个谷歌翻译先给它翻译一下。那我们到这里来修改一下它的提示语。那么这儿我们写上一个正面向我们走来，背景是一个白色。这里我们再复制去重新画图，然后把这个提示语粘贴到里面，直接发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桌面上新建一个文本啊，我们把这个角色的提示词给它角色的一个图片链接呢，先把它粘贴过来。比如说这儿公主的母亲，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用到一个以图生图，那么怎么样以图生图呢？之前小鱼儿也出过一些教程，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啊，大家可以不会的话可以先去学习一下。那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图片给它放大啊，这里有一个电图链接，我们直接点一下，把这个提示语给它，我们这里写一个
母亲图片链接，这儿把它粘贴到这儿。接下来是女公主，我们等会儿把公主的链接再粘贴到这里。这里我们选第一个镜头，那我点这个 V1，点这个 U1。那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的不错，这个公主啊，但是呢，它只显示了半身啊。这里我们让它显示的更全一点，我们点一下这个缩小2倍。那这缩小之后呢，可以看到啊，在没缩小之前，它的头部没有全部露出来。那这里缩小之后呢，它的整个头部可以看到了。这里呢，我们就拿第4张来作为一个女主角啊，这个公主，我们直接点这个 U4，这里我们把图片放大啊，复制一下链接，电图链接，把它保存到这儿，公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要设置一个分镜图了。那回到我们刚才的 GPT， 这里呢，我们就依次把这些提示语来给它粘贴过去。这是第一个分镜，同时要把我们刚才的这个女主的图片链接啊，这个呢就是要生成一致性的角色，我们要复制一下它的图片链接。我们把这个图片链接给它粘贴一下，复制一下，就给它粘贴到这个提示语的前面。那这里它有一个逗号，它自动帮我们空了，我们直接发送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就是第2个场景，第2个场景里面没有人物，可以看到，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复制任何图片链接，这里我们就直接发送就可以了。接下来是第3个场景啊，公主的妈妈出现了啊，这里我们需要去粘贴一下她妈妈的一个链接啊，这里我们就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个最前面，然后直接发送。接下来第4个场景，那这里我们把所有的分镜呢直接喂给Midjourney就可以了。那剩下的我们就等待它出图。那这里我们的所有的分镜已经好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保存。那把你要的图片呢直接点击一个 U1、U2、U3、U4啊都可以，你要哪一张你就放大哪一张，对应1、2、3、4的4张图片。那如果说还有朋友对 Midjourney 的话一点都不了解，那描述栏也有一个基础的入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儿比如说第1张我直接放大，把所有我们需要的图片呢都给它全部放大。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放大之后我们就直接保存啊，点击这里呢有一个保存，这里我们就全部保存。那所有的分镜保存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打开一个 Flickr。 那这里呢我为什么建议大家用 Flickr 啊？因为它里面的配音它里面的配员非常的多，还有一个呢它的操作界面呢也非常的简单啊，非常易于我们的一个新手朋友使用。当然你也可以用剪映或者其他的一些工具来制作啊。这里呢我就教大家用一个 Flickr， 那么这里呢一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下面描述了啊，大家可以打开来看一下。那我们直接点这个红色按钮，这里呢点击新建一个文件夹啊，这儿我把它翻译成一个中英文对照。这里就一个漫画故事，语言的话这儿我就选择一个中文啊，一个普通话，比例就16:9啊。这里有脚本我们就选一个脚本，点击下一步，这儿把我们的一个脚本给它粘贴过来。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复制，在这里进行一个粘贴。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下一步啊，它会自动帮我们生成一个视频。那么可以看到速度非常的快，几秒钟就 OK 了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场景，它并不是一些漫画场景啊，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场景给我们的视频不太符合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素材。那么我们如何替换我们的素材呢？可以看到在左侧栏啊，这里有一个文本，那文本的后面呢这里就有个图片，那我们直接点击一下这个图片，把我们刚才制作的图片给它上传进来。我们选择第2个，那它里面呢也有一些素材啊，但是不太符合，我们就点这个上传文件。那这里我们就选一个图片，选进来之后呢，我们要再点击一下啊，这儿这一张图片呢，我们就直接成功的已经切换了，在第2个、第3个场景，这儿第4个，接下来继续。那么这里继续选择，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第1段呢，这里呢还有点长啊，这儿呢我们就把它给它新增加一个场景。那怎么增加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这里呢有一个加号啊，添加新场景，我们点一下，那这里就跳出来个场景。那这里太长了，那我们把这里呢我们选中之后呢，把后面这一节给它裁剪了，把它粘贴到下面这个场景里面来。这里呢我们再给它加一个图片，那这里呢看到也是有点长啊，这里我们也这儿来新添加一个场景，把后面这一段给它截掉，连贴到这里来。好，
这里我们再上传一个图片，那可以看到这里图片我们都已经全部添加进去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找一个旁白啊，就是一个解说员。这里呢，回到这边左侧栏啊，这里有一个像麦克风一样的，我们点击一下，那这里呢，它会跳出来小韩。那么这个呢，框框我们可以点进去，这里面你可以听一下啊，上面的话适合讲中文，下面适合讲一个英文。那我们选一下上面的。Flyky 可帮助您在不到1分钟的 Flyky 帮助您使用 Flyky 帮助您使用 逼真的人工智能创 Flyky 可帮助 Flyky 帮助您使用逼真的人工智 Flyky 帮助您使用逼真 Flyky 帮助您使用。那我们就用这个声音选中之后，可以看到它这里变成了一个浅粉色、浅红色的。那我们再勾选一下下面这个框啊，把它应用于所有场景。这里点击下一步。接下来你可以选一个音乐，我们还是回到左侧，这里有个 BGM， 这里呢我们点进去一下啊，这里面它有很多音乐啊，你可以选择它里面的一些音乐，这里同样可以试听一下。就这个音乐我觉得还可以，我们就选一下 OK。 那这里音乐和文本都已经编辑好了。接下来呢，你选中一个文字，随便点任意一个文字，你可以来到这边啊，这边呢你可以更改一些文字的一些类型，包括文字的一个风格啊，字体，不同的字体这里面都有，还有包括文本的颜色，这里也可以更改，需不需要加一个下划线。那这里改好之后呢，也是一样啊，把它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那么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漫画解说视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效果。别的女孩忙着结婚生娃，公主却去战场打了10几年的仗，未来成了有名的常胜将军。明明贵为6国公主，却无人敢娶，急坏了催婚的老母亲。在这庄严肃穆的皇宫中，公主萧月一身铠甲，手持利刃，正身处练武场上。她的身形修长，肌肤白皙，眉宇间却透着一股坚毅之气。她不是常规的公主，她拥有着一双勇敢无畏的眼眸，背负着独特的使命。月儿，你这是何苦呢？老妇人的声音中带着浓浓的担忧之情。母亲，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觉得这正是我应该做的。萧月微笑着回答。你也知道，你是6国的公主，你有你的责任和义务，不仅是对家族，更是对整个国家。老妇人无奈地说道。我知道母亲，但我也有自己的选择。萧月坚定地回答。好了，月儿，母亲不再劝你了，无论将来如何，都要保重自己。老妇人叹了口气。母亲，我答应你，无论将来如何，我都会保重自己。萧月郑重地答道。是不是非常的不错？这个呢，为什么推荐大家用这款 Flyky 呢？那就是因为它它的页面非常的简洁啊，编辑起来也非常的简单。那好了之后呢，这里直接点击一个 download。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免费用户的话，那这里我们只能下载一个720的一个分辨率啊。如果说你是购买了一个会员，你可以下载1080p 的一个高清的一个视频。那这里呢，格式呢就选择这个 MP4， 点击这里一个下载。那这里呢，他会问你是否对这个预览感到满意，并开始导出。那我们这里就点可以。那这里可以看到它正在排队啊。当你的视频下载好之后呢，它会发一封邮件给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导出你的视频。那正在加工啊，速度还是很快。那这里呢已经成功了。接下来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下面这个下载按钮，点击这个 download 下载。OK， 这个视频呢就已经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了。那么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上面呢有一个水印，那这里呢你可以通过剪映或者其他的视频去水印，那直接把这个水印给它去除就可以了。那视频看到这里呢，我们的一个制作漫画视频就已经完成了。通过一个 ChatGPT 啊，加一个 Midjourney， 那最后呢再用一个 Flyky 呢直接把它一键转成视频。相信如果说你从头看到尾的话，这个视频制作起来一点都不难。那么接下来难的就是如何让它变现。那这个呢肯定也是非常多的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里呢，你可以直接在 YouTuber 上面呢去申请一个 YouTuber 账号。那你这里直接搜索一个漫画解说啊，可以看到这里面非常多做漫画的，只需要申请一个账号就可以啊，开启你的一个那么你可以申请一个账号啊，但是这个只要你勤于更新的话，也能达到一个4000小时的一个播放量啊，就可以开通一个广告收益。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在抖音去申请一个账号，发送一个抖音视频漫画视频。那你还可以通过一个7猫中文网呢来
引流一个漫画视频。那如何引流呢？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非常的简单。当你每次需要做一个漫画视频的时候呢，你可以到这里面来找一些故事简介，这里面的一些漫画小说非常的多哈，你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漫画视频，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引用他们的一些开头、一些故事简介。那这里呢，你随便点进去一个漫画小说，这里我们点进来，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小说的一个简介。这里呢，你可以直接复制，把这个复制粘贴给ChatGPT， 让它根据这个开头，那这个时候就回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一样啊，让它写一篇小说，参考文字格式就可以参考这个。我们把这个简介复制过来，这里你可以让它帮你写一篇漫画小说，你把这个喂给它，让它帮你呢根据这个故事情节来直接写出一个小说。那这里呢 GPT 呢，它就会帮你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漫画故事。在这里呢，你可以找到无数的一些漫画开头，那你可以帮助引流并推荐这个漫画故事。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推荐呢来获取一定的佣金。当然漫画平台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感兴趣。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我的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